好，台積電第二季 EPS 27.25元，可怕，每股賺27.25元。毛利率它的毛利有67.7%，就賣個東西哦，它可以有這個2/3的毛利率哦。那毛利率還要再扣一些費用了等等啊。那另外呢，這個雖然它第二季創市場新高，但是市場沒有領情。昨天美股的 ADR 哈，台積電是跌2%了哦，所以本來大家以為是今天台積電會不會跌，就台股這個台積電還是這邊這個零，就是說本來跌很多嘛，後來差不多將近平盤，所以台積電貢獻很大。台積電在台灣的這個等於是佔權重大概40%哦，賺得蠻重的哈。另外呢，魏哲家宣布加碼投資美國1000億美元，要擴充2奈米的製程，所以現在台積電到美國投資已經到了2650億美元了。哦，就非常快啊，這1-2年就一直加一直加，那將來要到美國投資多少錢呢？哈，那另外呢，這個美國銀行呢喊台積電的目標價，他們的目標是3100塊，現在今天收盤是剛查一下2470每股，那說喊到3000，還有喊到3800的。哦，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機構喊到3800，但是傳來說英特爾砍2奈米的訂單，說為什麼？說英特爾自己本身的良率增加到85%，哦，這個飆升很快哈。那另外呢，這個所以它原來是雙代工策略，哦，現在生變了哈。英特爾處理器說90%要自制，所以呢，到台積電代工可能只剩下10%，但是因為其他的公司要台積電的要了很多，所以你就算英特爾不来，其他公司還是搶啊。那英特爾的18A 的良率到85%，說 AMD 啦、輝達都去跟他買，所以他的目標價也喊到150，也漲很多哈。那另外呢，說 Google 的 TPU 說放棄台積電，要轉向英特爾，所以呢，所以為了要分散風險、降低成本，哦，也不要都集中在一家。那到底會不會這樣？哦，三星、英特爾所有在競爭。魏哲家說：“哎，量產不是去 7-Eleven 買個奶瓶啊，買一瓶奶啊，買一瓶奶很容易啊，你只要有錢都買。量產那麼容易就量產了哦，光講哦。那 ASML 呢是提供台積電這個設備機器的，一台你看在上一代極紫外光2.2億美元哦，一台一下子跳到4億美元，最新一代哦。”深紫外光呢也要9000萬美元，所以呢，它一再漲價，一漲都超過10%這樣在漲，所以台積電反對，說還在談判中啊。那另外呢，激烈攻防，美國媒體說台積電不想當冤大頭，但是有多少抵抗的能力？我們看一下。大盤上上下下的曲線受到美股拖累，台股投資人也心很累。16號台股盤中一度重摔超過600點，第一點跌破45000關卡，後市翻紅又下挫，中場收在45624點，小跌6點，守住45000關卡。而台積電16號法說會的會前，股價也出現震盪，早盤一度翻黑，但中場收在高點2470元，強漲30塊。反之，如果跟市場預期差不多，甚至更差，台股大盤指數可能會往季線回測。至於傳出Intel 可能會砍台積電超過60%的訂單，暫時沒有影響。同時，也因為美股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 ，SK 海力士、美光狂瀉超過8%，連帶韓股的 SK 海力士盤中跌超過11%，南亞科、華邦電、旺宏也走弱，唯一逆勢上漲的是它。有一半的業績來自於低潤，另外一半是來自於成熟製程。那這兩個產品呢，在下半年缺口供給缺口擴大，這個也讓力積電在下半年的營運成長狀況市場是蠻期待的。力積電盤中最高79.5元，截至中午12點，成交量已經突破38萬張。同樣上漲的還有鴻海，受惠蘋果收盤上漲，盤中最高244元。也強勢的昇達科則是砸17億投資巨蘋，擁有過半的股權，16號跳空漲停。雖然45000以下的承接買盤意願還是很高，但下半年 AI 成長趨勢還要來看台積電的法說會，有機會重新帶動電子股轉強。好，原來呢，大家認為台積電呢，所謂先進製程不去，現在去要做2奈米以下了，先進製程也去了，沒多久啊，哦，就不斷的加碼投資，哈。來，嘉玲怎麼看？我想台積電大家說是護國神山哈，當然是大家眾望所歸啦哈。但是台積電它往先進製程去，或是說它跟世界各國去做一個投資，第一個它當然要分散風險，第二個呢它可以
把不一樣製成的東西在不一樣國家哦。但是，所以我覺得我們看台積電的股價也好，或者是看它的法說會，甚至大家知道它一日填息的這個這麼強勁的這個體質哈，讓大家知道說，其實它本身的狀況就非常好。那未來 AI 的狀況之下，包括你的耗能啊等等的晶片哦，一定還會再精細啦哈。所以我想看長期啦哈，這段時間股市當然有點回檔哈，好，大家都會觀察說，是不是應該走了？但是我看到大家好像信心還是滿滿哈。我們台灣的股市在全世界的排名還是數1數2好，所以我想對我們台灣經濟的狀況，大家應該還蠻樂觀的哈。那第二個，我想談一下剛剛那個機車啦哈。事實上哦，我認為說，無論是中國產品，因為我們現在法規，中國的任何產品要進來，當然也要經過相關的審查申請哈，這個大家都。這是共識嘛，對不對？那如果張雪機車他想要進來，他就循這個管道，但是我想應該不可能準啦哈，而且最怕就是說化整為零，他用零件進來，我們也不會準哈。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如果大家對張雪機車還有期待的朋友，可能要失望。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哈，張雪機車在這2個月裡面1度2度停產召回所以它的品質狀況，相信大家還是要仔細來看。第二個部分，我想提醒大家，其實台灣的機車產業是超過剛剛講說超過1500萬輛，我們的機車產業其實很厲害，我們出口到日本，我們出口到歐洲、西班牙、意大利，我們出口到東南亞，所以其實我們台灣早期是代工。機車代工產業，但是現在呢，我們這幾家廠商呢，包括你看像宏嘉騰也是我們自己的廠商啊，三陽啊、光陽啊，早期的代工，慢慢的我們的完整的供應鏈，還有包括我們台灣的交通環境等等，其實台灣的機車產業是非常數1數2的，在全世界來講也是 top 的。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妄自菲薄。當然，對於大型重機，大家很期待，包括我在內，我也很喜歡大型重機，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在品質上、在法規上能夠嚴謹的把關，這樣對我們的生命保障比較好啦。知道台灣的機車為什麼可以外銷到各國去嗎？我當環保署長的時候，要求過加嚴排氣排放的這個標準，通通來跟我抗議啊！他們說日本也沒有這樣，我們的雅馬哈的 Suzuki 啦、Honda 什麼日本沒有，為什麼同樣這樣？我說日本你在街上看那麼多摩托車嗎？台灣尤其那個時候早上千軍萬馬，摩托車這樣。對不對？你站在什麼永福橋啊，什麼福和橋，你看看那個摩托車多少？高雄加工出口區、台中出口區、楠梓出口區多少摩托車？我說國外有這樣子嗎？對我們空氣污染造成多嚴重的影響？然後抗議也沒用，過加嚴。後來我們台灣的摩托車的排放標準到全世界各地都能夠符合它的排放標準。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不是做不出來了。你政府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有沒有要求？有沒有盯緊呢？蠻重要的。來，黃薇你怎麼看台積電？所以對一個產業政策政府的態度非常重要。我們剛才在講那個美伊戰爭，川普一事無成啊。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應該給他一個肯定，就是當時英特爾本來都已經快要完蛋了啊，那後來美國呢就給他做補助。後來川普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政策，他說我與其拿錢去補助你，我當你的股東啊，當你的股東。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包含對美國的這些高科技的企業，因為原來他們都是跟台積電來買晶片，他說你不要跟台積電買晶片了，你要跟英特爾來買晶片，否則的話呢，我就課你關稅啊。所以變成說，美國的有一些大廠啊，比如說像 Apple 啦，或者是什麼 iPhone 啊，什麼一大堆NVIDIA，就要轉過去跟英特爾來那個交易，來買它的晶片。那所以現在在製程的部分呢，英特爾現在也有很好的成績，然後因為它包含它跟我們的聯電來做合作，那現在就變成說，英特爾的這個良率大幅提高了，它現在也開始可以進入這個高階的這個晶片啊等等之類製程。那當然呢，就是市場會一再討論說，那我們的台積電會不會被英特爾追上啊？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台積電目前確實是一家信心滿滿的公司，因為也有人去問魏哲家那魏哲家就說他說台積電跟別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一定要保證我的客戶可以賺錢，而英特爾的負責人就陳立武他自己也說，他说我們要追上台積電還要一段時間，他的估計最快也要到2030年到2032年，這是目前各方的說法。但是我們現在的擔憂是什麼？原來這個台積電是獨霸武林，但是呢，英特爾在
美國政府，尤其川普的一個高度的這個支持，甚至拿很多的政策去干擾之下，那英特爾會不會成為台積電的一個非常就是可以慢慢可以影響到它，或者是就是對它有壓力的一個競爭對手？看起來再過幾年是不是沒有可能？但是相對啊，你看大家對於像這個半導體業，很多國家本來它沒有半導體業，它要有半導體業，有半導體業，我要怎麼提高我的製程呢？怎麼樣來擴大市場？像川普天天來講說我們是這個台灣是小偷，台灣是小偷，然後呢我們就很害怕，然後什麼都不敢講，也不敢跟他抗議。而這樣的一個半導體這麼重大的政策，現在台積電又去美國做投資。對他個別公司來講，他是不得不然啊，他一定要去啊，不去的話他會被修理。那可是問題是，我們要保持住我們半導體業的一個競爭優勢，政府的角色在哪裡？政府的政策在哪裡？我們現在看不到，變成台積電孤軍奮戰了。对，我就補充一下，我覺得不只是目前這個所謂的這個奈米這個先進的製程，因為這一次最主要是受到關注的是因為 Intel 它做到18A 嘛，這18A 是1.8奈米，那所以呢，先前講到說2奈米，這個就是對台灣來說一定是台積電超前的所以現在等於是Intel 的良率已經到85%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是，為什麼最近台積電這個信心滿滿，它的這個訂單一直到這個3年到5年之間，就是它的 CoWoS 它的先進封裝。現在先進封裝呢，也包括剛剛那個宏維講到，就是說這個就是美國政府入股之後呢，找很多的大公司去跟這個 Intel 去簽，然後去做任何的投資，一下子50億，一下子20億，這樣通通塞進去之後，他現在針對先進封裝，他們現在正在努力發展中，有個叫做EMIB-T 就 EMIB-T 這個部分就是說台灣的 CoWoS 事實上呢，對於這個台積電來說，在過去這幾年間，一直到未來的話，都是造成現在在摩爾定律當中沒有辦法突破晶圓的一些相關的效率的同時，它是靠先進封裝去突破的。所以呢，這個先進封裝目前為止是台積電最主要的經濟母。但現在 Intel 它連先進封裝都已經開始在展現它的一個，它目前是研發出來了，而且開始在進行相關的一些測試了。所以目前最新的說法是，連 Google 的 TPU 可能會採用呢這個 Intel 的先進封裝。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呢，對於台灣來說，真的你可能不能夠單單的只從股市當中你是不是能夠賺錢，台積電可以繼續買，或者說呢，我們的護國神山是不是可以繼續護國下去？重點在於說，就戰略的角度來看，今天當川普認為美國必須要重新回到美國優先，回到了高科技半導體，能夠重新回到美國是一個掌管全世界的那樣個領頭的角色的時候，包括還要50%、60%的這些可能的這半導體的市占率，以及包括呢先進製程、先進封裝的時候，台灣慢慢真的會被消失掉，而這消失掉之後，可能不是產業的問題，而是戰略價值的問題。去下講回來。好，青安3.0哈，現未滿50歲申貸啊，然後呢，這個年齡加上貸款年限加起來是80。那利息補貼3年再加3年，如果你有未成年子女，最高可以貸款1500萬啊，否則的話大概是1200萬啊。但是呢，有未成年子女就可以加貸啊。那但是你房子有一個價錢的門檻，台北3500萬啊，不能超過3500萬啊。然後呢，其他地方比較低一點啊。有地方這個2500，有地方2000吧，我印象這樣啊。新北市跟新竹縣是2500。其他縣市是2000啊，那另外呢，這個什麼叫青安3.0啊？有排富機制，借款人本人年所得要200萬以下哦，不能夠超過200萬。房價有上限，就2000到3500，台北是3500，新北是2500，其他2000。然後呢，如果說你新婚家庭有子女哦，所以呢，你的這個貸款額度會比一般人高一點啊。原來是2.0嘛，現在是3.0啊。以前呢最高貸1000萬，現在最高可以達到1500萬啊。然後呢利息啊，以前呢是合計補貼2碼，現在呢補貼2碼啊，還是補貼2碼，但是逐年退場。然後呢總價，這還有剛剛講房子總價
那當時呢是沒有排付的，現在是200萬啊以上就排付了，排你了。當時年齡也沒有限制，現在是不能超過50歲哦，年齡加上貸款的年限小於80年啊。那另外的柯文哲，笨蛋，他問題是房價不是貸款，你貸款什麼1000萬、2000萬，貸款又怎樣呢？房價嘛。他說他跟他太太陳佩琪都是台大的醫生，房貸啊繳到市長快卸任60歲的時候才繳完，就等於一輩子做房奴哦。所以重點是房價，不是你貸款多少了啊、哦。那另外呢，這個專家這個李同仁也批評哦，說呢這個錯殺真正的首購族哦，所以呢本來是要幫助成家的，變成限制成家的專案。啊，他提出有7個大問題了哈。那另外呢，有專家說很難再複製買氣的效應了哦，因為房地產這幾年是不景氣的，哦，真的不景气。我聽說很多建商不是靠房子，是靠他去買股票，他有賺錢投資股票，靠股票賺錢。所以呢，要恢復以前的買氣啊，按照這個3.0青安，大概是很難這樣說。那有鄉民是說，是新的替死鬼哦，所以呢，他的4個門檻呢。這個說炸鍋了，我們看一下。新婚2年內的家庭貸款額度最高1200萬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萬元的加碼措施。新青安3.0將上路，除了維持5年寬限期，再加碼挺婚育家庭貸款額度。只是這回未滿50歲都可以申請，就被質疑：難道49歲還算青年嗎？是否會壓縮到35歲以下青年權益？讓青安回歸青年，並考量購屋年齡延後的趨勢，但增訂借款人的年齡需未滿50歲。49歲還是青年嗎？您怎麼看？是啊，這個先前我有質疑過，因為先讓他做一段時間才对。不僅自家人也覺得有疑慮，面對這回新增的5條件，個人年所得不得超過200萬，購屋有總價上限，加碼婚育家庭的貸款額度，同時所有青安新舊貸戶都可以享有滿3年的利息補貼，也遭質疑是否會像過去一樣，房貸的貸款被拿來炒股，怕這個世代同堂啊，這個房貸啊、信貸啊、是股票直借啊、融資啊等等的這個大家就會覺得你這樣一放寬，某種程度把所有那個現金又放出來了，太多他可能又會去炒股。應該叫笨蛋。問題是房價，不是貸款。我跟陳佩琪，我們2個都是台大醫生，你知道，所以我們繳房貸繳到60歲，房貸才繳完。如今新青安3.0，財政部估算115年8月1號到124年7月31號，總經費估算約422.55億元，其中政府補貼272.7億元，是由內政部的住宅基金支應。眼下要真的幫助青年買房，朝野立委似乎都還有些疑慮。張龍。我最近就在想這個問題，雖然不是直接從新青安了，但是當大家看到台灣的股市的榮景，看到好像人均的所得估計今年會到45000美元，平均每個人平均不分男女老幼，每個人的年收入應該有140萬新台幣。但是我相信每個人捫心自問，大概就說，那我為什麼沒有？我的擴大被誰吃了？那大家呢，動不動的就台積電啊，電子也對，台積電一家就佔到了台股的總市值的44%，前5家佔到56%，前10家佔到61%。台灣的股票的上市櫃公司總共1900家左右，前面的100家佔到總市值的80%，後面的1800家分了總市值的剩下20%。你知道台灣在去年大概呢有700-800萬的勞工的些薪資是不成長的，扣掉通膨之後呢，其實他的薪資呢是萎縮的。尤其如果你從事的是呢像餐飲啊這一類的服務業，你去年的薪資呢其實還萎縮大概1%多，你是沒有辦法跟這些電子業呢相提並論。當然。理論上面來講呢，你也沒有什麼好羨慕，沒有什麼好嫉妒的，人家就做那個行業嘛。即使是在呢竹科的電子業的流水線上面工作的，平均的年薪、平均月薪都在10萬以上。如果你不在那個位置，不是竹科裡面的核心的8萬，或者呢那88萬的第二圈，不在蛋黃，也不在蛋白。如果你勉強呢，只是在蛋殼或者蛋殼的外面。
你的平均的薪資呢39000多，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好，你看到的新青安，其實我認為新青安的固然房價是問題之一，第二個就是說新青安這種的做法，你沒有辦法排富，你或許認為呢200萬以下你已經做到排富，錯，200萬以下你仍然在排平。就是大部分的人看到200萬以下，他仍然是沒有辦法去碰這個房地產的。台灣現在的分配的問題極為嚴重，這種的嚴重呢，是比我們平常講的韓國、美國呢，可能都還來得更嚴重。因為韓國、美國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的政府部門已經開始有一些，雖然我不認為一定有效，但是起碼知道這個問題再拖下去，它會提供這個社會非常強的社會革命的動能。我覺得台灣現在充分具備社會革命的動能。只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些的問題的表象，大家就是覺得說我的生活出問題了。我告訴你，80%以上的一定感覺到我的生活出問題了。明明經濟越來越好，但是我生活越來越困難。剛開始每個人都會懷疑說呢，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好，所以呢，我的錢呢跟不上呢大家賺的錢。錯，你要知道80%以上的感覺都跟你一樣。好，那你現在呢要新青安呢，其實只是一個。羊湯止沸嘛，都談不上。你基本上只是呢讓他安慰，就是說我有在關心房地產，關心年輕人買不了房的問題。為什麼新青安1.0、2.0出來了之後呢，仍然是被罵得臭頭？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都知道我還是買不起。我仍然沒有辦法呢面對呢，你今天給我那些貸款是不用付利息嗎？當今利率越來越高的時候，你認為你的年輕人，就算你相對的低利，你認為你負擔得起嗎？其實今天台灣的這種的兩極的差距已經極為明顯。最簡單講，今天台灣所有的所得分配的底層的50%，就是如果在呢台灣的所得分配呢這樣子一個中位數50%以下的，最底下的50%的人，他們的總財富只佔了台灣總財富的4%，上面的10%佔了台灣的總財富的60幾。台灣是在一個極端扭曲的分配的情況。那現在更麻煩的就是，當你的收入呢已經低了，你覺得我買不起房子，買不起什麼，買不起什麼，你內心呢覺得很掙扎，不知道什麼地方出問題。那我可以再告訴你，真正痛苦還沒有來，因為台灣上個月通膨已經2.6了。通膨會把你今年你認為老闆加你個3%的薪水，就算你加你可能很高興說好歹有加薪，完了扣一扣之後你仍然沒有。如果今年加薪加不到3%，你仍然是在實質的薪資衰退，更不要說呢去討論什麼新青安。所以不要選舉到了用這種呢看起來呢只是呢狗皮膏藥。用這種很表面的方式去處理台灣當下的財富分配，如果沒有一個破釜沉舟的決心，用比較大的政策導向呢去做調整，台灣一定有社會革命的能量。那一真怎麼看這個3.0？青安，這個青安3.0哈，我就想起以前民進黨會笑國民黨說，哎呀，這個40歲還是青年，哇，現在這個青安3.0這個限制50歲，哇，沒想到這個民進黨執政10年後，就對這個青年有了新的定義，50歲還是青年。那當然，你看到這樣子一個政策，就知道說，因為我們台灣民眾的這個買房的概念還是非常非常深。那你看到民進黨的做法是什麼呢？就是房價沒有降，好，就像我們剛剛湘龍哥講的。那我們現在這個政策的做法呢，我們就是讓這個貸款延長、增加額度，那我放寬一些資格呢，想看看你有沒有辦法排富等等的。但是這個青安3.0，大家就會很質疑說，那這是不是讓年輕人去背更多的債呢？我把這個40年的人生全部先抵押給銀行，那所以這是所謂的安心成家，還是安心當房奴呢？所以青安3.0，你最高還是貸80%，寬限期最長5年，等等等等的。所以當政府說啊，你最高可以貸80%，聽起來好像很照顧年輕人，但是假設你要買一間1000萬的房子，說實在，在雙北這樣的房子現在也可能非常難找。1000萬的房子呢，你光頭期款可能至少就要200萬。那你這還沒有計，雙北還有1000萬呢，非常難。所以我剛剛說非常非常難哈，幾乎對很難想象。但你還沒有計算像什麼裝潢啊、仲介啊、稅費啊、家具等等的。所以等於說你200萬以下，你就可能沒有辦法
碰這個房地產。現在中央政府、民進黨政府的這個政策呢，等於是說，你沒有200萬，你存不到頭期款的年輕人，你連政策的門口都走不進去，你完全不要想說你要買一個房子。所以現在這個不管是青安1.0、2.0、3.0，最容易幫到的呢，是否就還是這些原本就有家庭資源，你手上就已經有100-200萬、200-300萬、300-400萬的人？這等於是拿所有納稅人的錢去補貼相對比較有能力去買房子的人。那你再去看到政府的一些資料，包含像監察院啊、財政部的資料去顯示，新青安的核貸房屋，就之前這個核貸房屋就已經有2824件，它在持有不到2年內，它就轉售了。那其中更有23件，它的交易利得呢是超過了500萬元，所以等於說，你看，就連王世堅委員剛剛都非常非常低調啊，因為他之前就非常關心這樣的議題，他就說這個就是拿全民的辛苦錢去補貼套利。那買不起房子的人，你大家都要繳稅，那補貼去可以買得起房的人，然後去做貸款，買得起房的人再去轉手賺了好幾百萬。所以這個真的是所謂的居住正義嗎？民進黨真的是要做這樣子的居住正義嗎？窮人的錢繞了一圈，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炒房基金。那更不用說，民進黨政府賴清德還親手砍了他之前承諾的13萬的社會住宅。社會住宅你可以讓很多的人想辦法，你有一個家可以想辦法去住。然後呢，你全部都砍掉，任憑民間團體再怎麼的喊，你還是把社會住宅的量全部縮到我就是4萬元，完全不顧自己的政策是套票。那所以現在這樣的政府，大家真的還能信任嗎？休息一下再回來。